你好，今天我讲使用日泵空调的3种方法，可以让你减少用电量30%以上，节约电费30%以上，而且完全不会降低空调使用的舒适感。这3种方法，不管是 Daikin、Panasonic、Carrier、海尔还是其他什么品牌都适用。第一种方法，正确选择空调的模式。首先强调，尽量少用或者干脆不用的这3种模式，包括超静音模式、速冷或速热模式以及低风速模式。这3种模式表面上看来能帮助我们提高舒适度，但一般情况下完全没有必要，而且都要以明显的降低效率和增加电耗为代价。比如超静音模式，噪音是可以降低到19到20分贝，但是我们的室内环境噪音也往往大于30分贝，完全没有必要。关于夏天快速制冷，冬天快速加热，除非你家里临时来了超级 VIP 的访客，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使用，因为现在变频空调的制热制冷速度已经很快了，完全满足我们的要求。还有，应该避免人为的设定低风速运转，这样会大大降低效率。那么我们应该设置为高风速吗？也不对，应该设置为自动，由机器自动来进行调节。我们要正确选择空调运行的模式，那么具体怎么做呢？很简单，睡觉就选择睡觉模式，感觉太潮湿就先运行除湿模式，再制冷或者再加热，这样既节能又舒适。现在很多人在家里办公，我们常常短时间出门，那么我们应该关掉空调电源吗？我的建议是，出门时间1小时以上，关电停机，回来进家门之前提前5分钟利用遥控启动空调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出门时间很短，比如10分钟以内，那么什么都不需要做，快去快回。如果我们出门时间在1小时以内，出门前手动将设定温度升高或者降低2度左右，也就是冬天制热降低2度，夏天制冷升高2度。回家进门以后手动调回到原来正常的设定值，这样不会影响舒适度。针对这样的手动设置，有的朋友可能会问，空调机上不是有个叫智眼或者慧眼的自动识别功能吗？没错，这个智眼慧眼的功能之一就是知道我们出门以后变换空气温度来达到节能的目的，但是你要离开一段时间以后，那个传感器才能够确认你真走了，然后才开始动作，这样就有滞后延时的问题。如果你手动人为的设定，就没有滞后没有延时的问题，快多了，也能接电，对吗？关于手动温度设定，我来举个例子，方便大家理解和设定。地点分别是祖国的杭州和我现在居住的城市奥克兰。杭州夏天室外35度以上，室内空调温度设定为24度，冬天5度以下还会结霜，室内设定为20度。奥克兰夏天室外27度以上，室内设定为20度，冬天室外5度左右，没有霜冻，室内设定也为20度。同样短时间出门45分钟左右，夏天在杭州出门前设定温度升高3度，从24度升高到27度，冬天降低3度，从20度降到17度。奥克兰夏天出门前升高2度，从20度升高到22度，冬天下降2度，从20度下降到18度。现在我们来看舒适度，从杭州35度以上的室外回到27度空调房间已经很凉快了。同样在奥克兰27度以上的室外对人们来讲很热了，但回到22度的空调房就觉得很舒服了。冬天外面很冷，回到17、18度房间都觉得很温暖了。而长时间在室内，我们还是需要更合适的温度，对吗？这就是第一种方法，正确设定空调的运行模式和温度。第二种方法简单称为日泵空调的风水管理。我们的空调夏天制冷最怕水，冬天制热怕漏风。先说冬天制热，尽量关大门，用小门，关前门，用后门，减少冷空气的深入和热空气外漏。北半球的风很刺骨，南半球的风照样很冰凉。门缝、窗缝要堵好，每个地区冬天都有一个季风的主导风向，
了解你家的主导风险也很有帮助。夏天制冷，空调最怕水。什么水？最怕空气中太多的水分，太多的湿气，这样既感觉太吵，也不舒服，而且耗电量还特别大。空气中的水分要在室内机冷却盘管上被冷却成液体水，通常称为冷凝水，排泄到室外去。这样从气态冷却到液态水要放出前热，专业人员讲这是前热复活，所以千万别忽视空气当中的水汽，它对电能消耗影响非常大。如何降低空气中的湿度呢？不要在空调房里面烧开水，这样会蒸发大量的水蒸气到空气当中去。厨房、卫生间、厕所水槽不要积水，表面要保持干燥或者加盖。也有的家庭把厨房、卫生间、厕所的门通常关闭，没有空调，这样当然能节约更多的电。还有从35度以上的室外进入室内，大汗淋漓，最好先洗干净再进入空调房间，不然所有的汗水都会进入空气中，不节能更不卫生。室内空气太潮湿是难以避免的，比如外面长时间下雨，夏天或者冬天都可能发生。比如像在祖国的长沙、杭州、上海这样的气候常常会发生。如何解决呢？利用空调的除湿功能，一般10分钟就能完成除湿。比如从室内相对湿度 85% 很潮湿，降低到 60% 很舒适了，标准的热泵空调容量的配置能在15分钟以内完成。前面第一种方法里说了，有湿先除湿，然后再运行制冷或者运行制热，这样舒适又节能，这就是空调的风水管理，不难，对吧？第3种方法其实更加的重要，是清理技巧。许多人都知道室内机组过滤器清洗非常的重要，但仅仅清洗过滤器还不够。多久清洗一次过滤器呢？家里上班的人最好1月清洗一次，一般的家庭至少3月清洗一次。注意，每次用吸尘器时先要关掉空调，不然飘尘、灰尘会跑到室内机里面去。对室外机，不管夏天、冬天，一旦刮大风、下大雨，最好去清理一遍，至少把树叶清理掉。夏天制冷特别留意冷凝水排出是否畅通。至此为止，我并没有建议大家夏天把房间的温度设定升高2度，或者冬天加热把房间温度降低2度，这样完全可以节约用电量 30% 以上，但是这样会大大的降低舒适感。虽然我们每个家庭不可能都有空调的工程师或者空调专家，但是只要我们掌握以上的3种方法，节约 30% 的电费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而且一样的冷暖自如，一样的舒适。请继续关注我们热泵空调的系列视频，我们下次见。